最近这段时间啊，咱们家门口邻居菲律宾总是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登上各种热搜排行榜。最开始的时候呢，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华，与中国签订了一揽子合作协议，加强中菲两国合作关系。这看上去是好事儿，同时有利于中菲两国发展互利。但紧随其后发生的事情就有些不太对味儿了。一直谋求在南海搅动风云、加强影响力的美国找上了菲律宾，并同菲律宾达成了开放9座军事基地供美军进驻的合作协议。这事到这儿就成了菲律宾前脚跟中国合作完，后脚又跟美国好上了。世人皆知啊，现在的美国是疯狂围堵打压中国，跟中国很不对付。所以这件事情给广大中国网民一个直接印象，就是你菲律宾不讲武德，多少有点背信弃义的意思在里面了。然而菲律宾的这出戏到现在还没唱完，就仿佛是得到了美国人撑腰，有了美国进驻本土军事背书之后，腰杆子硬了。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紧随其后，加强了挑衅力度，派遣舰船朝我国仁爱礁海域驶来，意图强闯仁爱礁，为上面坐沉的那艘菲律宾破船和舰上人员提供更多的补给和装备。显而易见，中国海警必然不会对其坐视不理，菲律宾的几条船理所应当的遭到了我国海警的拦截和驱离，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并未得逞。前前后后这些事情加起来就很让人费解，菲律宾的态度为何会如此反复横跳？这是在有意耍中国玩找乐子？其实还真不是，问题在于菲律宾的特殊国情。因为历史上曾是西方殖民地的缘故，中国很多周边国家的改革其实并不彻底，内部山头林立、派系互殴，那是经常有的普遍现象。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印度那就是被英国人走的时候故意留下来了一大堆的问题给霍霍的不清。印军明面上是一个整体，但私底下印度各个邦之间还有各自的武装，并因为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互相打仗。包括印军高层的将军将手下的印度士兵当成自己的私兵、仆人、打工仔来养，这些事情啊不足为奇。西方对殖民地的态度那一向是，我就算走了也不能让当地人好过，榨不出血来也得继续恶心你。光看印度被霍霍成这样不算稀奇，菲律宾也不例外。菲律宾自身国情具体来说，基本可以被概括为政府和军方各有各的打算和利益。从杜特尔特时期开始，菲律宾政府对华友好，这是菲律宾政府的态度。那菲律宾军方呢？那可不一定啊，军方又有军方的利益，并且不一定跟菲律宾政府保持一致。只有当大家有共同利益的时候，那才真的有可能劲儿往一处使。菲律宾政府亲华，军方亲美，两边态度不一，利益不同。政府方面希望能与中国合作发展经济，而菲律宾军方则希望能得到美国支持，让美军进驻背书，给自己撑腰杆子，顺带捞取更多的美式装备，提升战力。前阵子还有消息传出说，菲律宾军方打算换直升机，再弄100多个不那么先进，但最起码还算能打坦克的东西，以提升战斗力。军火这东西不便宜啊，菲律宾的军费一次搞那么多肯定不现实，那美国退役封存的那些修一直升机和 M60坦克，不就成了对菲律宾军方来说正好符合要求，还算不错的东西。如果能以援助的形式白弄到手，自然是最好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与美国搞合作呢？这就导致菲律宾的实际表现看上去如此迷惑、前后不一的原因。前脚亲华，后脚亲美，根源也就在这儿。实际上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就和咱刚说过的印度类似。中国周边的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少有像中国这样进行过干净且彻底的打扫污渍的，或多或少都保留了一些前殖民国家的影响和残余。对这一类国家一般有一个统称叫散装国家，指的是国家内部意见不均，不同派系之间各玩各，进而导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前后言行不一、反复无常的特点。但考虑到菲律宾本身也是一个地区性小国，影响力有限，国际上各大地区的小国乃至中等强国玩其强，在两个大国之间反复横跳，两头讨好，这已经成为一种基本操作。玩这手玩的最溜的那个人叫埃尔多安，所以即便不考虑菲律宾自身国情，单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件事情，其对中国的态度变幻无常也不奇怪。其强本身就是专属于小国的生存之道。一般地缘政治比较强、地理位置好的小国都会在这方面做点文章。现如今在美俄之间混得风生水起的土耳其就是个例子。
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菲律宾对华讲合作，那当然能信，有好处的事情谁都有动力去干，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嫌赚钱扎手，跟中国合作能给菲律宾带来经济利益是美国给不了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菲律宾与美国合作对我国周边局势安全的不稳定影响也必须要警惕。任何合作都不会一帆风顺，机遇和风险是相相并存的，这也是当今世界的一种真实情况。我们只需要保持客观理智，将其正确看待分析就可以了。